怀孕5个月，却被男友一家逼迫签署婚前协议，一招让他们追悔莫及。怀孕之后，和男友商量结婚的事，我们家提出8万8的彩礼，男友家先是满口答应，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。在我催了又催的之后，男友告诉我，家中困难，最多只能拿出3万5。虽然觉得有些少，但是因为肚子越来越大，我们也还是答应了。就在怀孕5个月的时候，男友带着一纸协议找上门来，其中的各项条例无一例外都透露这算计2个字。气愤之下，我找到男友家一顿打砸，男友拿着手机录像，扬言录下证据，到时候要我赔偿。看着这样的男人，我彻底心寒，不顾身体的危险，选择去医院将孩子留了，用泡沫箱装着送到了男友家门口。在男友一家悔恨的泪水中，结束了这一场荒唐的关系。确定不要这个孩子了吗？戴着口罩的医生拿着器械冷冷地看着我。不要了。确定？医生叹了口气，都5个多月了，孩子都成型了，现在流掉，对你的身体伤害也很大的。我摇头拒绝，不用劝我了，开始吧。当冰冷的手术钳伸进我的身体的时候，眼泪也顺着眼角滑落。李少，我们之间彻底结束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和李少5年前在工作中相识，他是我的客户，工作中经常接触，得知我们是老乡之后，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近，一来二去的，我们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。爸妈得知我们的事之后很高兴，一直说让我带回去看看。李少也不推辞，相恋第2年过年的时候，跟着我一起回去了。爸妈热情地招待着，李少表现得也很得体，处处透露着涵养。一顿饭过后，爸妈很满意，我爸更是搭着李少的肩膀，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以后要好好对我。李少信誓旦旦地和我爸保证，叔叔您放心，我绝对把安哥当自己眼珠子疼。我爸听完如释重负地拍着李少的肩膀，和我妈一个劲地说着李少的好话。我妈也很满意，李少长得好，看着也老实，一点都不像是花里胡哨的那种人。因为是老乡，两家离得不算远。第2天，我跟着李少去了他家，见到了他的父母，不冷不淡的态度，我心里有一点介意。但是李少说他父母从小就是那样，对谁都那样，我也就没再纠结了。过完年，我们又回到工作的地方，正式开始了同居。同居之后，李少似乎有些变了。原本他对我也算是心细如发，上下班接送，姨妈沏煮糖水，甚至连内裤袜子都会帮我洗。可是同居之后，他每天的衣服袜子全都是到处乱扔，说他的时候，他就笑嘻嘻的和我打哈哈。这些原本也都是无伤大雅的小问题，我和我妈吐槽的时候，我妈还说我小题大做，男人不都是这样的？你看你爸，到现在每天的袜子还都要我给找好才行。我想想也是，男人嘛，不都是这样？真要是哪天细心起来了，我还要怀疑是不是变性了呢？因为事业正在上升期，我和李少商量过，暂时不打算结婚，也不打算要小孩。李少同意了，并且支持我的想法。但是我知道他心里是很渴望结婚有孩子的。为了弥补李少的失落和感激他对我的支持，有时候我会无条件地答应李少提出的任何要求。事后我怕出事，会吃1颗紧急避孕药。原本以为会没事的，但是直到月末，我的例假迟迟没来，我心中有些慌，赶紧叫跑腿去药店买了个试纸。在公司的卫生间里，我看到了上面鲜红的2条杠，我有些发愣，
以为试纸出了问题，又赶忙拆开了另一个，结果还是一样。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工位上，看着电脑上的数字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安哥，安哥，有人在我面前招手，我才猛地回过神，看向面前站着的经理。你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身体不舒服吗？脑海里浮现出刚才看到的画面，我摇摇头，没事，刚刚有些不舒服，现在好多了。经理狐疑地看着我，真的没事吗？要不要先回去休息休息？我摇摇头，不用，我现在好多了。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做的吗？经理上下打量着我，迟疑了一会儿，还是将手中的文件递给我。这个案子你跟一下，下班之前做一套方案上来。我点点头，接过来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经理又定定地看着我，筹措了一会儿，我抬头疑惑地看着他，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转身走开了。紧赶慢赶在下班之前将方案发到经理的邮箱。我赶紧收拾东西，下班回到家，李少还没回来，家里还是一如既往的乱，衣服、袜子、鞋子摆得到处都是。我放下东西，叹了一口气，开始收拾起来。好不容易收拾完，躺在沙发上休息呢，就听到门响，抬头看去，李少回来了。他看我已经回来了，有些惊讶：“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今天不用加班了吗？”我坐起来，盯着他换鞋的动作。李少，我怀孕了。李少的起身的动作顿了一下，随后像是突然反应过来了一样，匆忙换好鞋之后，急急走到我身边坐下，一脸惊喜地看着我的肚子。真的吗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只有惊喜，没有心虚。我用试纸测的，要想确定的话，得去医院。李少傻傻地笑着，听完我的话，不住地点头。好好好，去医院，我们现在就去。说着便要拉着我起身，我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。现在医院都下班了，明天吧。李少还是呆呆的，傻呵呵地笑着。好，行，明天我陪你去，我这就去请假。说着便要去拿手机。我原本心里是有些生气的，怪他不守规矩，怪他出尔反尔，但是看到他的反应，觉得他可能也是真心爱孩子的，心里那一点怨气也随之而散。晚饭是李少做的，口味清淡，少油淡盐，看来他真的将我当作孕妇了。第二天，我们早早起床去了医院做检查。第三天，等待结果的时候，李少紧张的一直在搓手，我安慰他，他就一直笑，笑得我都有些紧张了。结果出来了，我确实就是怀孕了。李少兴奋的手舞足蹈，就像个大孩子一样，连医生都笑了。看来爸爸很喜欢这个孩子呀。李少被说的有些不好意思的挠挠头，又接着问医生一些怀孕的注意事项。回到家之后，李少激动的一直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嘴里不停念叨着：“先给爸妈打个电话，再商量一下结婚的事。你也别上班了，直接辞职回去养胎吧，让我妈伺候你。”我有些不乐意，凭什么辞职啊？我现在好好的，又没反应，而且马上年底了，公司年底的奖金我还没拿呢。李少坐到我身边，耐心地解释道：“医生说了，你现在有些贫血，要好好休养，不然的话对孩子不好的。等你生完孩子，我让我妈来带孩子，你再回去上班也不迟啊。”我更加不乐意了，我不要，我的业绩一向是公司第一，而且公司是有产假的，到时间了我休产假不就好了？为什么非得要辞职呢？李少有些着急，皱着眉头哄我：“乖啊，安哥，这现在不是有孩子了吗？我们要为孩子考虑啊。等你生完孩子，你想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”我突然就犯起了别扭，死活不肯答应，并扬言要打掉孩子。
李少也被我折磨得没有办法，只好退而求其次。行吧，就按你说的，咱不辞职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要是哪里不舒服，你得立马回家休养。我笑眯眯地答应下来，并保证不会有任何问题。晚上的时候，李少给我父母打电话，说了我怀孕的事，爸妈很高兴，电话里嘱咐我很多，并且提到了结婚的事。李少拍着胸脯和爸妈保证，放心吧，叔叔阿姨，绝对不会亏待安哥的。爸妈也笑着表示，结婚的时候不会为难。李少感激的一直在和我爸妈道谢。随后，李少又给他父母打电话，说要结婚的事。说着说着，李少原本高兴的脸色就沉了下来，然后走到了阳台上，关上了门。我有些疑惑，只看到李少站在阳台上不停地点头，好像在应允着什么。说了好久，李少才开门进来，看到我之后，立马换上了一副笑脸。宝贝，过年跟我一起回家吧。我爸妈说要和叔叔阿姨一起商量结婚的事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看到他这样若无其事地和我说话，我的心里有一些不确定。给爸妈打了电话，确定了和李少父母见面的日期。到了那天，我和李少请了假回去。酒店中，李少父母远远地看到我们的车来了之后，连忙过来扶着我下了车，小心别磕着了。李少也真是的，车停这么远干嘛？李少被说的有些不好意思，我也有些不好意思。阿姨，没事的，我还没那么娇弱。李少的母亲佯装生气地嗔了我一眼，瞎说，人家都说前3月后3月，金贵着呢。我妈在台阶上看着，和我爸耳语了一番。我爸含笑地看着我，这丫头从小就被我们惯坏了。原本我还有些担心呢，现在看来，那些担心都是多余的了。李少的妈妈摆摆手，亲家说的是哪里话？我们家就李少一个孩子，我和他爸做梦都想要个女儿。安哥嫁进来之后，就跟我们亲生女儿一样，疼她都还来不及呢。我爸听到这话，笑得满脸褶子。李少的父母开始和我爸妈寒暄着，一路进了包厢。饭桌上只有我们2家人，席间的氛围也很和谐。谈到婚礼的时候，李少的父母豪爽地表示，一切按照我们家的意愿来，咱们没有任何意见，一切按照你们那边的礼仪来。不管咋样，以后安哥嫁进来，我们绝对是当自己孩子疼的。我爸满意的点点头。婚礼的话，咱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我们2家离得也不远，规矩大家也清楚，我们也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家。李少的父母连连点头，是是是，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孩子，肯定是要风光大办的，不然的话，我们2个老人脸上也没光，您说是吧？我爸一听这话，脸上的笑容怎么都遮掩不住，眼里满是对这门亲事的满意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也就不和你们说那些客套话了。彩礼8万8，到时候结婚我们会个整数，一起带回去，嫁妆之类的我们就按照风俗置办，你们看可以吧？李少的父母互相看了一眼，二话没说答应了。一顿饭吃得无比和谐，直到出了酒店，李少的妈妈还一个劲地叮嘱我要小心之类的话。回到家之后，我妈就开始念叨着要给我置办的嫁妆清单，我爸也开始翻着日历，说要挑个吉利日子。之后的几天里，我们一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。奇怪的是，李少在吃完那顿饭之后就消失不见了，连一个信息都没有。打电话过去时，那边传来闹哄哄的嘈杂声，匆匆说了2句就挂了。我看着被挂断的电话，有些疑惑，但是很快被我妈叫去选嫁妆，也就抛之脑后了。过了几天，李少还是没和我联系，连我妈都看出了端倪。你打电话问问，他
他们家怎么回事？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？我心里也有些着急，打电话过去也没人接，心里更慌了。又连续打了好几个电话之后，电话才被接起。李少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。怎么了？这几天家里好多事，忙得我头昏脑胀的。听到他说家里有事，我连忙问他是什么事。也没什么事，咱们不是要结婚了吗？总得先把家里好好装修一下吧。我和我妈听到这样的回答，一颗心才放下来。你吓死我了，打电话也不接，我还以为你怎么了呢。李少的声音透过话筒传过来，没事，过2天我和爸就去你家正式提亲，安心等我去娶你吧。我妈听完有些揶揄地看着我，笑着走开了。我和李少又闲聊了几句，李少的妈妈在那边喊他，我听到后对李少说：“你先去忙吧，我这边一切安好。”李少匆忙回了我一句，就挂了电话。我和父母说了，李少过2天会来家里，算是正式提亲。父母开始打扫房间，里里外外的洗刷了好几遍，生怕漏了哪里。但是等了又等，李少始终没有露面，也没有一个电话。我爸的脸色有些黑，但还是耐着性子没有发作，也不许我打电话问。打什么电话？这家人可真有意思，我们家又不是上赶着要嫁给他家的。听到这话，我默默放下了电话，看着和李少的聊天对话框，我心里也开始犯嘀咕：李少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晚上的时候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最后还是忍不住给李少发了条信息：你们家到底什么时候来啊？那边过了好久才回复，过2天吧。我看到信息之后，立马回复：你前几天不是说过2天吗？怎么又变了？这一次，李少很快回复了：不是我不想去啊，是我这几天真的有事。我有什么事能比现在这件事重要的？手机那头又是一阵沉默，直到我快要睡着了，才跳进来一条短信：李少，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你们家要的彩礼我们还没凑齐呢。彩礼不是8万8吗？你们家都拿不出来。李少，就是没有，才不好意思登门提亲的啊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还怀着孕呢，总不能不办婚礼吧？李少，你看能不能和你爸妈商量，彩礼少要一点啊？我有些无语，手指快速滑动回复着：李少，8万8的彩礼已经是最低的了，你去打听打听，就没有比这更低的了。李少，我知道，所以我觉得我真没脸见你。我有些生气，立马打电话过去：李少，你说那话是什么意思？电话那头的李少声音有些低：你先别生气啊，动了胎气可不好。好，我不生气，你解释一下刚刚那是什么意思？安哥，你看我爸妈对你也是真的喜欢的，结婚之后我们家也都是我们的，就是现在这个彩礼，我们真的拿不出那么多。我冷笑着：那你们现在是什么意思？不想给了？电话那头的李少急忙解释：不是的，给还是要给的，就是能不能少要一点？我揉了揉额头，有些疲惫地问道：那你们家现在能拿多少出来？李少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久到我以为电话被挂断了，才传来李少低沉的声音：3万5，你看行吗？什么？我惊呼出声。李少在电话那头连忙安抚：先给你们3万5，剩下先欠着，以后再给，你看可以吗？我被气得说不出话，肚子一阵抽痛，额头直冒冷汗。爸妈听到声音，跑到我身边，看到我的状况，连忙扶着我躺下。电话还未挂断，李少的声音从手机中传出来。我爸拿起电话，继续和李少沟通着。听到李少的解释之后，我爸气得暴跳如雷：李少，
没有你们家这样做事的吧？你去打听打听，谁家能做出来这种下三滥的事？仗着女孩子怀孕了，就觉得非你家不可了是吗？”电话那头的李少不知道说了什么，我爸的神色渐渐平静了下来。很久之后，我爸深深叹了口气，不管怎么样，也不能这样拖下去了。你们明天先过来吧，我们当面谈。电话挂断之后，我爸含着脸将手机还给我，转身出了房间。我妈安顿好我之后，连忙追了出去。我躺在床上，手机叮的一声，提示有消息。我打开来看，是李少发来的一大段文字，大意就是他是真的爱我，但是现实很残酷，没有办法给我一切我想要的，但是他承诺以后一定会加倍对我好，弥补我现在受的委屈。我的脑子昏昏沉沉的，身体很疲惫，看完之后也没回复，直接关了手机，沉沉睡去。第二天，李少带着家里人一起上门了。经过昨晚的事，我爸心里虽然有些不开心，但是该有的礼数还是一样做到了。我在房间待着，没有出去，看着李少坐在沙发上，有些局促地搓着手，那是他紧张时候的表现。两家人面对面地坐着，李少一直都没有说话。他的父母先是一直道歉，再后来就明确表示只能拿出3.5万。我爸的眉头始终紧紧锁着，目光无数次地落在李少的身上，每落一次，李少的头就低得深一点，直到低得不能再低的时候，我爸才开口表态：“我们也不是非要这个彩礼，谁家差着10万8万的啊？但是事情不是这样办的。那天吃饭的时候，我说8.8万，你们家也没有任何表示。你们要是给不了，但是直接说就好了，一直这样拖着事情就能解决了吗？”李少的父亲好像有些不耐烦一样，刚想说什么，被李少的妈妈拦住了。亲家，这件事确实是我们不对，但是你看，2个孩子都谈这么久了，孩子也都有了，结婚的话也不过就是个仪式，该有的我们也都给孩子办了，就是可能没有别人的那么好，但你说别人的好，那这世上还有更好的，归根结底到最后不还是他们小2口过得好才算好吗？一番话说的我爸哑口无言，我妈也在旁边唉声叹气。李少的妈妈又转过头安慰我妈：“安哥现在肚子眼看越来越大了，这婚事咱可拖不得了，再大点了，人家看到又该说3道4了。咱们现在就先把婚给结了，那8.8万的彩礼就当我们家欠的，你放心，以后要是有了，绝对1分不少的给你。我老婆子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能诓人吗？”我妈眼神动了动，看看我爸。李少的妈妈很会拿捏人心思，她知道我妈最在乎的就是我，只要拿准了我妈这个弱点，一切就好办了。我妈小声地和我爸商量着，我爸皱着眉头沉思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无奈地答应了。行吧，就按照你们说的那样吧，3.5万的彩礼不能再低了。李少的爸妈一听，脸上立马浮现出笑容。那咱们就这样说定了，等下我回去就开始准备，尽快把婚礼给办了。咱们2家也了一桩心事不是？我妈有些勉强地笑了笑，我爸也没有留他们一家吃饭。李少临走前进来看了看我，摸着我的肚子，笑得一脸慈祥。我却有些生气，你爸妈就是吃定了我爸妈好说话，你们家也太欺负人了。李少笑眯眯地哄我，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本事，等以后我一定给你弥补回来。我的脸绷得紧紧的，轻哼了一声，说的比唱的都好听。李少也不生气，笑眯眯地哄我，情话就跟不要钱似的往外倒。我虽然知道都是哄人的话，但是听在心里还是觉得甜甜的。直到他爸妈催促，李少才依依不舍地
和我道了别。他们走后，我妈才进来和我说话。安哥，你跟妈妈说实话，你是真的想好了要嫁给他了吗？我正在和李少发短信呢，听到我妈这样问我，有些疑惑地看着她。怎么了妈？不是都说好了吗？我妈皱着眉头叹了口气。妈妈总觉得这家人不靠谱，明着一套，暗里一套。我怕你到时候嫁过去受委屈。彼时的我还沉浸在李少给我编织的甜言蜜语中，丝毫没有察觉到我妈语气里的担忧。妈，没事的，大不了到时候我不和他爸妈住一起，我和李少单独过不就行了？我妈还是有些不放心，继续劝导。倒不是妈妈危言耸听，他们家现在就想拿捏你，以后指不定还有什么幺蛾子呢。怎么会呢？他们家就李少一个儿子，以后不还是得靠我们养老？他们这样做了，就不怕老了以后我不管他们吗？我妈想了想，点头认同了我的说法。你说的倒也有些道理，暂且先看看再说吧。我妈出去后，我急需拿着手机和李少聊天。他告诉我，他爸妈已经把家里都布置好了，东西也都准备好了，我们只要等着日子就行了。我心里美滋滋的，幻想着结婚时的场景，又絮絮叨叨的聊了其他的，一直大晚上临睡前，说到买首饰的时候，李少又开始沉默了。我觉得吧，首饰的话我们买个意思就行了，没必要花那么多钱。我发了一串问号过去，等了一会儿，李少才回复：明天我去接你，等到见面了再说。既然都这样说了，我也没有多纠结什么，放下手机就睡了。第二天，李少如约而至，一进门就叔叔阿姨的叫着，哄得我爸妈开心的不得了。我慢悠悠的吃早餐，还被我妈说墨迹。好不容易到了商场里面，开始挑首饰的时候，李少在一边挑三拣四，一会儿说款式不好，一会儿说成色不好。我看了一眼李少，示意他不要再说了，但是他好像已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了，还是在不停的挑刺。不是我说，现在的这些首饰水分大得很，钻石就是的，我一个朋友就是做这个的，跟我说现在市面上真的钻石可少了，大部分都是金刚石。说的导购员一脸尴尬地看着我们，先生，我们这里是品牌珠宝店，不会出现您说的那种情况的。李少一脸不屑地看着手里的戒指，你说不会就不会吗？越是大品牌越会弄虚作假，那为你们根本就不怕罚款，这些都是行业内幕了。我能很明显地看到导购员的脸色黑了几分，连忙向导购员道歉，然后拉着李少出了商场。李少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不想给我买就算了。出来之后，李少又一脸笑眯眯的拉着我的手赔礼道歉。怎么会不想给你买呢？我这不是怕你上当受骗吗？我心里有些生气，甩开了他的手，背过身去。你就是嫌贵，不想给我买。李少揽着我的肩膀，耐心的哄着，别生气啊宝，不是不给你买，我是觉得没必要花这么多钱买个假的，要不这样啊，我去我朋友那定制一个，你看怎么样？绝对是真钻，咱们定制一个，这世上独一无二的，还不用担心被骗。我狐疑地看着他，品牌店你都觉得是假的，你朋友那就是真的了。李少信心满满的给我打包票，我朋友就是在南非工作的，南非你知道吧？世界上大部分的钻石都是那边产的，钻石在当地多如牛毛，我还是有些不愿意。我可不信你那所谓的朋友，我不管，我就要在品牌店买。李少听完，表情有些不耐烦，也松开了一直揽着我的手。都跟你说了，我朋友就是在南非，保证是真的，你怎么就是不信呢？你知道在这买一个都抵得上在那边买2个了，你怎么就不知道给我省点钱呢？
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李少，我就结一次婚，你还不能选我自己喜欢的了吗？李少的就差把不耐烦说出来了，冲我摆摆手，反正我今天就带了5000块钱，你看着办吧。你看上的那个我是买不起了。我的心一沉，昨天我妈和我说的话涌上脑海，不会真的让我妈说中了吧？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，但还是倔强地看着眼前两步之遥的男人。李少却不管不顾，老神在在地看着路边的人来人往，一眼都没往我这里看。我看着他的态度，心里哇凉哇凉的，转身就走，想要回家。李少从后面跟上来，一把拽着我的胳膊，安哥，你别再无理取闹了，你说的这些不就是想要个面子吗？但是面子有了，咱们的里子也得要啊，总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吧。我奋力甩开他的手，不愿意再继续买下去了。你说我无理取闹？李少，你摸着良心说，5000块钱能买什么？你告诉我，现在谁结婚只买5000块钱的首饰的？我心中觉得无比委屈，话音刚落，眼泪就掉了下来，越发觉得我妈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，转身就准备离开。李少不敢硬拦着，只好跟在我后面，继续念叨着：“你别哭啊，对孩子不好的。我知道是有些委屈你了，但是我这不也是为我们以后做打算吗？我们马上要结婚了，也马上有小孩了，以后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。现在省一点，等以后孩子出生了，咱们的经济也能宽松点，你说是不是？再说了，这东西不就是带给外人看的吗？咱们买个便宜的，人家也不知道啊。够了，李少，你不要再说了，这个婚我不结了，你爱和谁结和谁结吧，我高攀不起你们家。我愤怒地朝李少大喊，过往的人群纷纷侧目，李少面子上有些挂不住，脸色一下子就涨红了，梗着脖子不肯退步。我没想到你现在成了这样，不就是仗着自己怀孕了吗？我妈还说你怎么好呢？原来你是这么一个爱慕虚荣的人，心比天高命比纸薄。我看是我们家高攀不上你才对。我愣愣地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，有那么一瞬间，他变得那么陌生，好像完全成了另一个人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原来你是这么想我的，李少，你终于说出了心里话，你变了，你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李少了。李少冷笑了一声，有些不屑地看着我，你不也变了吗？以前的你可从来不会这样的。我呆呆地看着他，心中不断浮现出那天我妈说的那句话，彼此之间沉默了很久，脸上的泪痕也被风干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看着李少，回去吧，和你妈说不结婚了，咱们就这样吧。说完，我转身就拦了一辆出租车。这一次，李少没有再追上来。回到家之后，我妈看我脸色不对，连忙上前扶着我。怎么了？不是去买首饰的吗？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我看着我妈那张关切的神情，终于忍不住扑在她怀里哭了起来。我爸闻声急忙从阳台进来，关切地在一旁问我：怎么了？李少怎么没送你回来？不提还好，一提更伤心了。我妈不停地拍着我的背安慰着我，哭了好一会儿才歇下来，抽抽搭搭地将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。爸妈听完，脸色就像被晒干的猪肝一样，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。我妈气得在客厅里踱步，他们家太欺负人了，哪有这样办事的？我要去他们家问问，谁家办事是这样的？说着就要出门，被我爸喝止：你去闹什么？你女儿是嫁不出去了吗？上赶着非得要嫁给他家，那怎么办？安哥现在怎么办？现在都4个多月了，肚子也越来越大了，现在去把孩子流掉，你知道大月份流产对女人伤害有多大吗？
我妈被气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爸的脸色黑得就快滴出墨来了，紧紧皱着眉头，听着我爸我妈一声接一声的叹息，我的心中一团乱麻，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千算万算，没有料到李少一家会是这样的态度。我原本欢喜的一颗心也渐渐冷却下来。正当我们一家皱眉苦脸的时候，李少的父母带着李少登门了。刚进门，李少的妈妈就当着我们一家的面给了李少一巴掌。我妈吓了一跳，连忙阻止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李少的妈妈拉着我妈的手，开始诉苦：“亲家，都怪我没教好孩子，买首饰那天委屈了安哥，孩子做了糊涂事。我这个当妈的来替孩子给你赔不是了。”我妈一听这话，赶忙将李少一家人迎进了屋。进来之后，李少的妈妈一个劲的在赔礼道歉。李少坐在一旁，一直垂着头不说话。亲家，不怪你们笑话，我们家这几年又是盖房子又是装修，刚把手里的账还完。去年给李少买了个车，手里确实有些紧。结婚的钱我们也是东拼西凑，东加一点西加一点的。我爸坐在一旁没吱声，眼神却有些不满。我们知道你们家困难，所以也没怎么为难你们家。之前说好的彩礼打了半折就算了，孩子结婚的首饰怎么就准备了5000块钱的呢？5000块钱连个项链都买不上。李少的妈妈笑着点头：“亲家说得对，这些都是我们考虑不周。但是你看安哥的肚子也大了，可不能再拖下去了。女孩子还没结婚，肚子就大了，说出去人家背后会说的。”我妈立马不乐意了，高声嚷嚷着：“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单亲妈妈多的是，谁笑话了？”李少的妈妈笑着附和：“亲家说得对，现在这年代这种事确实很常见，但是说出去总归是不好听的。我们也想尽快把事办了，也好堵住旁人的嘴，不是？安哥性子好，我们一家都喜欢得很。我这不争气的儿子昨天给人气到了，是我们做大人的错，不能委屈了小孩子，您说是吧？亲家，杀人诛心，大概说的就是这样，3两句话不离孩子，一切都是为了孩子，让我爸我妈一肚子的话憋在心里说不出来。最终还是我爸发话说，首饰最少不能低于1万，不然就免谈。李少的妈妈连声答应下来，说完带着李少回去了。他们走后，我妈有些不放心地看着我：“安哥，你怎么想的？”我摇摇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我抚摸着肚子，现在已经快5个月了，能很明显地感受到胎动。有时候我抚摸着肚子的时候，它会动一下，表示回应。我觉得很神奇，我的身体里正孕育着一个小生命，而这个小生命与我的生命血脉相连。我有时还幻想着以后我该怎么去做一个好妈妈。晚上刚躺下，我收到了李少的短信，以文件的形式发送的。我点开来，心瞬间就沉下去了。文件是一份婚前协议，里面清清楚楚地列举着一条条的婚前条款，彩礼女方自动放弃，自愿将35000元的彩礼带回给男方，男女双方均自愿暂时不领结婚证，生完孩子之后再领。男方的财产与女方无关，不管婚前还是婚后的债务均为双方各自的财产。男方若出了意外，男方房产和财产与女方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将这份文件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几遍，每一个字眼里都透露着算计2个字。我问李少：“这个是你的意思，还是你家里人的意思？”李少很快回复：“我们商量一致的决定，通过买首饰这件事，我们觉得你们家就像是在做买卖一样，
我们家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这样让我们不得不防。我冷笑着看着手机屏幕，颤抖着手指给李少发信息：买卖，我们之间这几年的感情，你说我们家是卖女儿？李少，难道不是吗？我们家已经尽我们所能给你最好的了，你们还咄咄逼人，你们这样，我们真的很难不这样想。李少，你把协议签了，我明天带你去买首饰。我被气笑了。好，你等着我。一夜无眠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把我爸妈叫起来，和他们说了这件事情。我爸气得暴跳如雷，扬言要上门去讨说法，被我拦住了。说法肯定是要的，但是在那之前，我要把我们受的委屈全都讨回来。我让我爸叫上了家里的几个亲戚，个个人高马大的，一路杀到了李少家。李少家刚刚开门就被眼前的壮汉给吓到了。你们是谁？你们要做什么？我从后面走出来，进到院子里，拿着手中的棒球棍，就开始一通乱砸。李少的妈妈尖叫着想要上前阻止，被我爸带来的人拦住了。尖叫声吸引了左邻右舍的人，纷纷聚集到李少家门口看热闹。我妈看人已经围了一圈了，拿着打印好的婚前协议，开始念着上面的条款。看热闹的人越听越觉得好笑，开始对着李少的爸妈指指点点。李少的妈妈听着我妈在念着婚前协议，老脸瞬间一红，就想要上前阻止，被我爸拦住了。你瞎说，这根本就不是我们家说的，你这是血口喷人。我妈又打开我的手机，翻出我和李少的聊天记录，看清楚了，这是你儿子的微信。你儿子明明白白的说得很清楚了，说我们贪图你们家财产。我真的是穷疯了，贪图你们家这35000块钱的。另一边的我看砸的差不多了，便收手了。期间，李少一直在旁边用手机录像，扬言要发到网上，让大家看看我的恶行。我对着李少的手机微微一笑，行，你发，让大家看看你们这一家子奇葩。砸完之后，我心里舒畅了许多，拉着我爸我妈又一起回去了。李少跟在后面嚷嚷着要报警抓我们，还要赔偿。我爸扔下了一沓钱，这是赔偿。我女儿只砸了你们家的玻璃，其他的可一件没动，这里的钱够你们换好几次玻璃的了。说完，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开车走了。后视镜里看到李少的家门口依旧围了好多人在指指点点。李少的妈妈在不停地解释，张牙舞爪的样子和在我们家趾高气扬的样子判若两人。回到家之后，我妈问我接下来怎么打算的。我靠在沙发上抚摸着肚子，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要生下来自己抚养，但是一想到这是李少的种，我的心里就万分的别扭恶心，狠了狠心跟我妈说明天去医院。我妈原本还想劝劝我，但是看到我决绝的神情，没有再说话。第二天，爸妈陪着我去了医院。医生听到我要打胎的时候，震惊地看着我，你这孩子都5个月了，而且很健康，为什么要引产？大月份引产对大人身体也有很大伤害的。没有过多解释，只问了医生能不能引产。医生沉默了一会儿，含着脸无奈地开了手术单。手术台上，医生试图再劝一下我，你真的确定不要这个孩子了吗？语气有些冰冷，可能也是无奈吧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决绝地回道，确定，不要了。医生也叹了口气，开始给我做引产手术。冰冷的器械深入我的身体的时候，我的眼泪也掉了下来。为了我这几年付出的感情，也为了我还未出世的孩子李少，我们之间彻底结束了。孩子被带出身体的时候，我浑身都在颤抖着，
一团血头被送到我跟前，我的眼泪一直都在流。看到那一团血肉的时候，我的情绪瞬间就崩溃了，心中充满无限的恨意。李少，这是你欠的债，我要让你亲眼看看你自己的孩子。我将孩子带回了家，用泡沫箱装着，让我爸我妈送到了李少家。我在车上看着，李少的父母看到泡沫箱之后，立马崩溃了，瘫软在地上，嚎啕大哭，不停地扇着自己的耳光。李少则靠着门框，神情呆滞地看着前方，眼里没有任何焦距。李少的父母跪在门口，浑身沾满泥土。周围的邻居也赶过来看热闹，有嘲笑的，也有唏嘘的。李少的父亲躺在地上，就像是撒泼打滚一样，不停地哀嚎着，悔恨着。我妈将箱子往他手上送过去，他也没有接，递给李少的母亲也没有接。我妈只好递给李少，只见他呆呆地接过，身体慢慢下滑，无助地看着我妈，嘴型不停地在说着什么。我将车窗摇下来，想要听清他在说什么，却只听到我妈的一句：“这不就是你们想要的吗？”说完转身就走了。周围的邻居都在议论着，老李家这回可真是赚到了，彩礼不用给了，房子也保住了，大孙子也回来了，这回可真是开心的都哭了。我妈上车之后，我看着李少呆呆的模样，心中的恨意也开始慢慢消散。李少，我们之间彻底两清了。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又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。对于我突然没了的孩子，同事虽然有疑惑，但大致都能猜到是出了意外，所以都默契的没有问过我这件事。重新投入到工作中之后，我也开始慢慢淡忘这件事。期间，李少也找过我，试图想要重新复合，被我无情的羞辱回去了。我也向公司申请去了另一个城市的分公司。自那之后，我和李少的联系就彻底断了。过年回家的时候，我妈突然和我提起来：“你和李少还联系吗？”我心里咯噔了一下，看着我妈：“没有啊，怎么了？他来找你了？”我妈放下手中的苹果，语气有些无奈：“他父母来闹过一阵子，但是最近却没有来了。”我皱着眉头，有些不能理解，他们家怎么还有脸来找我们的？我妈嗤笑了一声：“还不是因为现在没人敢给他儿子说亲了，他们家现在可是出名了，都说宁愿女儿孤独终老，也不愿意许给他家，所以就想着和我们再续前缘。可不就是打着这样的主意吗？现在是钱也有了，首饰也有了，房子也愿意给了，但是谁想搭理他们啊？”我有些好笑，可能之前家里是有皇位和金矿吧。我妈继续和我念叨着。我看着电视上的节目，手机上忽然闪现出一条陌生短信：“新年快乐。”我没有回复，直接删除了短信，将号码拉黑，跟在我妈后面嚷着要吃饺子。外面燃起了烟花，我吃着饺子，欣赏着烟花。那一段灰暗的日子终究是过去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